很多人第一次看到体检单上写着脂肪肝，反应都差不多，不是害怕，也不是重视，而是下意识的觉得这个很常见，应该不算什么大病。也正因为太常见了，脂肪肝反而成了最容易被低估的一类肝病。很多人不是不知道自己有脂肪肝，而是知道有，但就是没当回事。今天我想认真讲清楚一件事，脂肪肝真正危险的地方不是查出来那一天，而是你觉得它只是个小毛病，然后一拖就是很多年。先说一类特别典型的人群，30到50岁左右的男性，因为长期久坐、应酬多、睡得晚，体重随着年龄增长就会往上涨，肚子也越来越大。体检单上第一次写脂肪肝的时候，他没在意，第2年还是脂肪肝，转氨酶有点高，他还是没在意，第3年血脂也上来了，空腹血糖到了临界值，他还是觉得自己没什么症状，工作没耽误，人也没瘦，说明问题不大。直到后来医生开始提醒他不能再次盯着脂肪肝这3个字了，要进一步评估有没有肝脏炎症，有没有纤维化风险，他才真正紧张起来。这就是脂肪肝最容易骗人的地方，它不像急性疾病那样今天难受明天就得住院，它往往给你足够长的时间，让你误以为自己没事。但学术界这些年对脂肪肝的认识已经完全不是肝脏上有点油这么简单了。2023年美国肝病研究学会更新实践指南时，已经把这类疾病放进更大的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框架里来看。名字变化的背后其实是在强调一件事，它不是一个孤立的肝脏问题，而是和肥胖、胰岛素抵抗、2型糖尿病、血脂异常、心血管风险紧紧绑在一起的代谢性疾病。2024年欧洲肝病学会与欧洲糖尿病学会和欧洲肥胖学会3个学会联合发布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临床实践指南，进一步把这个逻辑讲得更明确。真正决定结果的因素不只是有没有脂肪，而是有没有炎症，有没有纤维化，尤其是有没有走到临床意义上的更大的纤维化阶段。在中国这边也一样，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发布的代谢相关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防治指南2024年版已经明确提出，代谢相关的脂肪性肝病是中国最常见的慢性进载性肝病之一。注意这个词，慢性进载性，它不是一个静止标签，而是一个会随着代谢紊乱持续推进的过程。所以今天这条视频，我想重点拆掉几个最常见也最耽误事儿的误区。第一个误区，以为脂肪肝不疼不痒就不能算是一种病，其实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很多中年人判断健康问题有一个特别朴素的标准，那就是感觉难不难受。如果胃不舒服，就能断定是胃的问题；如果关节疼，就知道要去看骨科。可是偏偏肝脏不是这样的，肝脏是一个很沉默的器官，很多人也知道肝脏就是个哑巴器官。这种认知就导致很多脂肪肝患者在早期甚至在已经有炎症的时候都可能没有非常明确的症状。所以我没感觉这句话在脂肪肝这件事上几乎没有什么排除价值，换而言之就是没有什么诊断价值。没有感觉不代表没有进展，没有疼痛不代表没有损伤。对脂肪肝来说，最需要警惕的恰恰就是这种安静的让它自由的发展。第二个误区，转氨酶正常就等于安全，这也是特别容易让人放松警惕的一点。很多人一看 OLT 和 AST 这2个指标还在参考范围内，就觉得可以放心了。其实不是这么看的，转氨酶异常当然值得重视，但转氨酶正常并不等于肝脏完全没有问题。美国肝病研究学会2023实践指南就特别提醒，很多代谢异常人群或者影像学偶然发现脂肪肝的人都应该做进一步风险评估，而不是只看一眼转氨酶就结束。因为脂肪肝的风险不只来自此时此刻这一时的肝酶高不高，更关键的是有没有持续脂肪沉积，有没有炎症活动，有没有纤维化。2026年美国胃肠病学会发布的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临床路径讲得更直白，真正决定患者远期结果的关键预测因素是纤维化，尤其是从 F2 开始，临床风险明显上升。所谓 F2 是指肝脏纤维化的分级标准中的中度纤维化的等级，也就是说你真正要防的不是体检单上那几个表示指标异常的箭头，而是疾病有没有从脂肪堆积的良性表现往结构性损伤去发展和恶化。第3个误区，脂肪肝就是吃油吃出来的，少吃肥肉就够了。如果你一直这样理解，那么你很可能会在控制饮食这件事上误入歧途。因为很多人查出脂肪肝以后，第一反应是戒肥肉、戒红烧肉、戒油炸，但问题是米饭、面条、甜饮料、奶茶、糕点、夜宵、加班、零食、酒局，这些对脂肪肝有影响的因素却一样都没减少。
也没有去刻意控制。脂肪肝当然和饮食有关，但它不是简单的吃油太多，它本质上更接近一个代谢失衡的结果。总热量长期超标、精致碳水过多、胰岛素抵抗、腹型肥胖、久坐、睡眠不足、酒精摄入，这些因素会一起把脂肪往肝脏里推。如果你只是少吃了一块肥肉，但整个代谢的背景没有变，脂肪肝就很难真正逆转。所以很多人不是不努力，而是努力错了方向，表面是在护肝，实际上没有处理真正推动疾病进展的关键因素，那就是代谢问题。第4个误区，只有胖人才会得脂肪肝。在患有脂肪肝的人群里，胖人确实更常见，尤其是腰围越来越大、腹部脂肪明显增加的人，风险更高。但脂肪肝从来不只是体重大的人才有，临床上这样的一类人也不少见。他们看上去不算很胖，甚至 PMO 还在正常范围，但他们却一样有脂肪肝。这类人常常是内脏脂肪偏高、肌肉量不足、血糖、血脂代谢异常，属于典型的从外表完全看不出来问题，但其实在已经出问题了。所以人到中年以后，真的别只盯着体重秤、腰围、甘油三酯、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血压、尿酸这些指标，往往更能揭示问题。尤其是那种自己的裤腰一年比一年紧，但是体重却没长很多的人，反而更加值得警惕。第5个误区，脂肪肝最多就是个小问题，不会有大事。这句话听上去像安慰，实际上最误事，因为脂肪肝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走到肝硬化，但它绝不是一个可以长期放任不管的状态。它可以从单纯脂肪堆积转变为脂肪性肝炎，接下来可能就是从炎症转变纤维化，然而纤维化再往前，可能就是肝硬化，就是失代偿，甚至肝癌风险的了。所以对脂肪肝绝不能大意，也绝不可轻视。我还是那句话，不是每个脂肪肝都会走到最坏的结果，但你如果长期不处理，同时又合并肥胖2型糖尿病、血脂异常、高血压、睡眠问题，甚至长期饮酒，那你的风险就不是普通脂肪肝的风险了。而且脂肪肝的结局也不只发生在肝脏。美国肝病研究学会和美国胃肠病学会的文件都一再强调，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患者必须同步管理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为什么？因为这类患者往往和胰岛素抵抗、动脉粥样、硬化风险以及糖尿病进展绑在一起。很多时候，脂肪肝其实只是全身代谢系统发出的早期警报。你今天忽视肝，未来可能出问题的不只是肝。接下来，我想特别强调一件很多人还没足够意识到的事，脂肪肝正在明显的年轻化。过去一提脂肪肝，很多人脑子里出现的画面是那种中年应酬男性肚子大、喝酒多、血脂高。但现在这个病越来越不是中年人的专利了。中国2024版指南在展望部分已经明确提到，要重视 MAFLD 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的低龄化趋势，加强儿童青少年脂肪肝防治研究值得重视，因为它说明年轻化不是媒体口号，而是进入了指南和专家视野的问题。很多人会有这个疑问，儿童青少年正在长身体，应该正是需要补充营养的阶段，怎么会出现脂肪肝呢？原因并不复杂，饮食结构越来越高糖和高热量，久坐也越来越普遍，睡眠更是越来越差，青少年肥胖和年轻人腹型肥胖都在增加。再加上现在很多年轻人热衷于外卖、熬夜、奶茶，然而又缺运动，压力大。如果这套组合拳打下来，肝脏可并不会因为你年轻就对你格外宽容。从全球核心期刊的数据来看，这个趋势是清楚的。2021年发表在 BMJ Open 的一项基于全球疾病负担数据库的研究显示，从1990年到2017年，儿童、青少年以及年轻成年人中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病例数和患病率都在上升，几乎所有国家都呈现增长趋势。换句话说，脂肪肝年轻化不是个别医院或个别国家与地区的现象，而是全球流行病学层面的一个显性变化。近年来的儿科和青少年研究也越来越一致地指向这个问题。美国肝病研究学会2025年专门发布了儿童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实践声明，强调儿童和青少年的脂肪性肝病有其独特的流行病学特征，而且伴随长期的新代谢负担。一篇关于儿童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的综述指出，在儿童普通人群中已经可以看到明显的患病率数据比例，而在超重和肥胖人群里，这个比例则更高。还有研究显示，青少年一旦在很早阶段就进入脂肪肝轨道，后面暴露在炎症、纤维化2型糖尿病和早期新代谢并发症的时间也会更长。这些研究报告都说明了什么呢？这通常就意味着你今天在年轻时埋下的问题，
可能不是50岁才发作，而是30多岁、40出头就开始显现。也意味着我们不能再把脂肪肝简单理解成老了以后才会管的事。对于脂肪肝的问题，那到底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已经到了该认真处理的时候？第一，看腰围和腹型、肥胖，即使体重正常，也可能脂肪肝很重。比起体重数字，腰围更能反映内脏脂肪，而脂肪肝本质上就是肝脏堆了太多脂肪。如果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脂肪肝风险显著升高。哪怕 PMI 正常，只要肚子大、肉松、久坐少动，都属于高危。腹型肥胖越明显，肝脏脂肪浸润通常越重，也更容易伴随胰岛素抵抗。简单说，肚子越大，肝越容易油，腰围超标就已经到了该重视的阶段。第二，看血脂，尤其甘油三酯和 HDL 极好胆固醇，它们是肝脏出油的信号。血脂和脂肪肝高度联动，肝脏就是脂肪代谢的核心工厂，甘油三酯明显升高，往往意味着肝脏合成堆积脂肪过多。高密度脂蛋白 HDL 好胆固醇偏低，提示脂肪代谢紊乱。单纯胆固醇高不一定代表脂肪肝，但甘油三酯高加肚子大高度吻合。如果甘油三酯长期超过正常值，基本可以判断肝脏已经在超负荷工作。第三，看血糖，血糖异常说明脂肪肝已经影响代谢。脂肪肝不是肝自己的事，而是全身代谢问题。空腹血糖偏高，糖耐量异常则提示胰岛素抵抗，而胰岛素抵抗是脂肪肝的核心推手。糖化血红蛋白升高，反映近2到3个月平均血糖更稳定可靠。很多人是先有脂肪肝，几年后发展成糖尿病，也有人血糖先乱肝再出问题。只要血糖与糖化处于临界或超标，说明脂肪肝已经不是轻度亚健康，而是代谢病。第四，看肝酶，但别只看肝酶，正常也可能脂肪性肝炎。肝功能里的 OLT、AST 是常用指标，但很容易误判。肝酶升高说明肝细胞正在被脂肪刺伤，属于脂肪性肝炎，必须干预。肝酶完全正常，也可能是隐匿性脂肪肝，尤其肥胖、血脂乱的人，只看肝酶正常就放松警惕，是最常见的误区。总之一句话，肝酶正常不等于肝脏没事儿，结合体型和代谢指标一起看才准。第五，看影像、血结果和动态变化，通过 B 超与 FRO-scan 的最直观。影像检查是判断脂肪肝轻重进展的金标准之一，通过腹部 B 超可判断轻、中、重度脂肪肝，便宜常用。看 FibroScan 及瞬时弹性成像，同时看脂肪变和肝硬度，能早期发现纤维化动态变化更重要。今年轻度，明年中度，后年可能接近 F2 级纤维化了。一旦报告出现回声增强、原厂衰减、肝内管道不清，就是典型脂肪肝。如果检查提示中度及以上，或1年比1年重，就是明确信号。再不认真处理，将来可能走向肝炎、纤维化甚至肝硬化。第六，如果你本身属于高风险人群，比如2型糖尿病、超重肥胖、合并代谢异常，或者体检已经提示脂肪肝，那就别只满足于知道了。美国胃肠病学会2026的临床路径建议这类人群应该进入纤维化风险分层。他推荐先做 FIB4 这类简单无创评分、低风险，可以在基层随访；中高风险再进一步做肝脏硬度评估，比如 FRO-scan 指肝脏瞬时弹性成像之类的检查。这个思路非常重要，因为它告诉我们，管理脂肪肝不能只停留在有没有，而要进到风险有多大。最后讲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脂肪肝还能不能逆转呢？答案是可以，而且很多阶段是有机会逆转的。这是我今天最希望你带走的第二个重点。脂肪肝不是绝症，也不是查出来后就注定会一路恶化。真正的分水岭在于你是不是在还可逆的时候就开始处理它。现有各种权威与官方的生活指南最一致的意见仍然是生活方式干预是基础中的基础。美国肝病研究学会和美国胃肠病学会都明确强调，减重仍然是最核心的治疗手段之一。达到5%到10%的体重下降，通常就能显著改善肝脏脂肪沉积、炎症甚至纤维化风险。如果减重幅度更高，获益往往更明显。要切记，这个结论不是一句注意饮食、多运动的鸡汤，而是反复被临床研究支持的结果。真正有效的做法，第一是要能量赤字，而不是表演式节食；第二是减少精致碳水和含糖饮料，不是只盯着油；第三是要规律运动，不是偶尔心血来潮；
第4是一定要控制酒精，第5是把血糖、血脂、血压这些代谢危险因素一起管起来，而不是只想护肝。如果你已经合并糖尿病、明显肥胖，或者医生评估你已经进入更高风险分层，那么现在的临床实践里，某些减重药物和代谢药物也可能纳入整体管理。但我要强调，这类用药不是所有脂肪肝都去吃药，而是要在医生评估基础上，结合代谢背景、纤维化风险和并发症一起决定。所以咱们说到这里，整件事其实已经很清楚了。脂肪肝最危险的不是名字听起来吓人，而是名字听起来不吓人。它太常见，所以很多人轻视它；它太安静，所以很多人拖着它；它太像小问题，所以很多人等着它自己好。可真正的医学证据告诉我们，它从来不只是肝里有点油那么简单，它是代谢异常在肝脏上的投影，是全身风险的一部分。如果你不管，它也是会逐渐进展的。如果你今天体检单上已经出现脂肪肝，不要立刻恐慌，但也不要再拿大家都有没症状再等等安慰自己。对脂肪肝来说，最值钱的不是以后补救，而是现在开始认真处理。因为你越早重视，它越可能停在可逆阶段；你越晚面对它，越可能从提醒变成真正的麻烦。这条视频如果你看到最后，我希望你记住一句话：脂肪肝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你把它当成一件永远来得及处理的小事。本影片仅为医学健康科普，不构成个人医疗建议、诊断与用药处方。如需诊疗，一定要请专业医师评估，根据自身健康状况调整运动强度与生活方式，避免因个人的不当行为带来健康风险。如果你喜欢这种把健康讲透、只讲科学不卖焦虑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分享给家人。有任何建议或问题，请在评论区留言，咱们下期再见。